2023年伊始，中航工业发布了一段名为《神鹰》的宣传片，其中出现了多款国产战机的身影。不过，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宣传片结尾疑似出现了中国6代机的假想 CG 模型。它拥有极具科幻感的无垂尾菱形飞翼布局，单从外形就可以看出是一款未来尖端武器。同期，中国海军也公开了一款最新上舰的尖端武器，即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放在如今的环境下显得尤为超前。那么，中国接连曝光6代机与鹰击21导弹，不再将这些尖端武器藏着掖着，是在向外界发出警告吗？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加关注，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鹰击21的首次官宣亮相是在2022年4月，中国海军成立纪念日前夕。当时，某055驱逐舰的 VLS 垂发系统发射了一枚双锥体构型的新型导弹，引起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国外情报机构分析认为，这是中国最新研制的鹰击21高超音速导弹，其中段飞行速度为6马赫，末段突防速度可达10马赫，最大射程约1500公里。美媒1945曾对中国鹰击21的问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这是一款彻底改变2战后海战规则的武器。而要理解美媒的这一评价，就不得不提到中美两国对海军发展的思路差异。自2战以来，美国海军都是航母决胜论的践行者，美军凭借先进的航母与舰载机形成强大的空中打击波次，从而在敌方舰队火力范围之外的地方发动攻击。例如美军现役的尼姆茨级航母，其释放的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具备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且发射的鱼叉反舰导弹可从300公里外攻击敌舰。但中国海军的发展思路却并不一致。中国海军虽然承认航母的重要性，但对它的定位主要是防空拦截，而非反舰制海。事实上，中国海军真正的反舰主力是055驱逐舰为代表的水面战舰，它将携带射程极远、速度极快的先进反舰导弹，对敌方舰队实施打击。在鹰击21问世前，美国海军的思路对比中国海军颇具优势。毕竟舰载机动辄上千公里的作战半径，比一重射程500公里以内的海基反舰导弹强得多。鹰击21则改变了这种对比，它的射程比航母舰载机的作战半径更远，打击速度也比舰载机飞行速度更快，这代表中国海军掌握了比航母舰载机更强大的制海利器。在中国海军装备鹰击21后，美国海军引以为豪的航母战斗群将面临巨大的生存威胁。中国驱逐舰完全可以在美军航母打击半径以外的地方发起攻击，再加上鹰击21超过10马赫的突防速度，足以令宙斯盾防御系统束手无策。美军航母战斗群在海洋上的无敌姿态已经不复存在。与已经列装海军的鹰击21相比，中国曝光的神鹰6代机项目则面向更加广阔的未来。从中航工业发布的宣传片来看，神鹰6代机具有无垂尾、无平尾、无压翼的3无特征，极具科幻感的机体结构表明它具有极强的隐身性能，而这一符合现代战机增强超视距攻击能力并减少乙方可观测程度的趋势。事实上，目前世界各国对于6代机的真正技术标准尚且不算明确。对5代机来说，超机动性、超视距攻击能力、超音速巡航能力以及隐身能力是它的4大标准。但对于6代机而言，人们还无法确定它必须具备哪些能力。不过，参考美国的 NGAD 下一代空中主宰项目，美军方对6代机的定义标准如下：首先是比5代机更加强大的隐身能力，使6代机可以对抗日趋先进的反隐身雷达技术。作为设计体现，6代机的机体结构将十分简洁，以便缩小 RCS 值面积，例如取消垂尾与压翼布局。机身涂料可以吸收更多频率的雷达电磁波。其次是超强的巡航能力，这将通过下一个时代的变循环发动机实现。变循环发动机可以兼容大涵道比航发的续航优势与小涵道比发动机的加力优势，它将使6代机不仅具备顶尖战略轰炸机的超远航程，同时还具备现代战斗机的灵活机动性。接下来是更先进的空战弹药，它们包括射程更远的远程空导弹与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在这个领域，
中国的霹雳17与美国的 JASSM 巡航导弹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它们的射程均超过了300公里，可以在敌方防空系统的打击半径外发动超视距攻击。最后是更完整的空战感知系统，包括性能更强的机载航电设备与更加稳定快速的战场数据链。6代机可以凭借天基卫星系统与地面指挥站、预警机及其他友军单位建立态势感知网络，能够实时感知极大范围的空域。过去需要一整支空中编队才能守护的空域，6代机只需要1架便能绰绰有余。目前在6代机领域，中美是唯二具备科研能力的国家，毕竟其他国家就连5代机都无法大规模列装。鉴于中国军工服役一代、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装备研制规律，在5代机歼20已然成熟的情况下，6代机的研发项目必然早已秘密启动。而神鹰6代机的曝光，便是向世界昭告，中国在航空技术的发展已经迈入最顶尖的 T0梯队。中美的新一轮空中技术竞争已经开始。不过，小编在反复观看宣传片后，还是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从视频中可见，该机采用了无尾飞翼启动布局，机身上喷涂有类似中国空军现役的歼20和歼16所使用的低可视度81军徽和迷彩涂装。由于去掉了垂直尾翼，相信该机的雷达隐身性能应该很不错。不过，若是仔细观察视频中出现的战机，我们似乎能发现至少2个不太对劲的地方。其一，该机的尾部设计与俄罗斯第5代隐身战机苏57几乎如出一辙，即双发圆形尾喷口，2台发动机之间存在明显的尾椎。要知道，无论是突出机身的尾椎，还是圆形喷口，都对战斗机的后半球隐身能力有着不小的破坏作用，不利于后向隐身。从5代机的经验来看，即便对圆形喷口采用锯齿化设计优化，其隐身性能仍与 F22加装了遮挡叶片的矩形尾喷口有着一定的差距。故未来真正推出的国产6代机是否会采用这种机尾设计，或仍是一个存疑的地方。第二，该机的进气道并未选择国内早已白菜化的 DSI 进气道技术，而是退化到了类似 F22的加莱特进气道。相比起加莱特进气道， DSI 进气道技术的结构相对简单，重量也比较小，不会对战机的飞行性能带来较大的负担。不仅如此，加莱特进气道需要与机身保证一定距离，即有一个明显的沟槽，这样才能避免来自机身前部的负面层气流的影响。而这个沟槽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战机的正向隐身效果。美国的第1款5代机 F22使用了加莱特进气道，而到了第2款5代机 F35的身上，美国人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 DSI 进气道，这显然很能说明问题。而中国的歼20、歼10C 和外贸型战机枭龙的身上，则彻底普及了 DSI 进气道技术。如此想来，国产6代机似乎没有理由退化到使用加莱特进气道。这2个关键部位的存疑，或许并非偶然，而是故意。我们知道，美国在研发某些新型装备时，会时不时地对外释放一些与新装备相关的信息或项目进度，但这些信息往往是有真有假，虚实不定。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装备性能机密，另一方面也有误导竞争对手的意思，将潜在假想敌国家引到错误的设计思路上去。而中航工业雷达所爆出的国产6代机视频，是否也有忽悠美国的考虑呢？这显然是个非常值得玩味的问题。总而言之，宣传片中出现的6代机 CG 效果很有可能与解放军未来装备的国产第6代战斗机有着某些明显的不同。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宣传，让我们更加期待这款新型战机的早日问世了。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觉得第6代战机什么时候才能真正问世？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